萧炎紧握自己的武器，玉灵也同样将自己的权杖紧握手中。权杖之上的雷霆开始轰炸，散发出强大的雷霆之威。如有人被这一道强大的雷霆之力击中，不死也得重伤。他们彼此相望，虽然玉灵的脸上被一层死气缠绕，看不到真实面貌，但是萧炎能够感觉到对方正在盯着自己。二人手中的武器似乎是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一样，疯狂地抖动着。萧炎低头看了一下神火横骨尺，陷入了一阵思绪中，旋即那瞬间便是二话不说，率先冲出，并且带着恐怖的火焰对着玉灵攻去。后者见状，诡异的死气疯狂地输出，权杖上的雷霆之威变得恐怖起来，同时朝着炎帝攻去。双方极限输出的强大攻势在这相碰之下，爆发出惊人可怕的能量波动，爆破之声震耳欲聋，扩散开来的能量余波直接轰向这片天际之上，瞬间出现了空间扭曲和撕裂的程度。不过低等级世界的空间拥有着强大的法则，被撕裂破坏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就又会复原过来。想要做到真正的毁灭空间，除非自身是那超越天位神之上的大能存在，不然想要彻底的毁灭这里的空间是不太可能。萧炎与玉灵使出的强大一招又是不分上下，旋即对视了一眼。此刻萧炎体内的焚神之力也是发挥到了极致，整个血液都是加剧的踊跃起来。再来又是两道武器的对碰之声，带着火焰的横骨尺以及那带着雷霆的权杖，在触碰间皆是能够爆发出耀眼的火光。雷霆炸响，在萧炎师展出焚神二火之后，短短的片刻时间就与对方交手了上百回合，但是他们依旧是无比的平静，根本就没有出现吃力的表现，反而这样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的正常。甚至萧炎有那么一瞬间，在与眼前这位玉灵交战时，竟是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，虽然那股气息很微弱，还是被萧炎给察觉到了。这一场在激烈的打斗下，这片天地都开始摇摆起来，空间撕碎，大地崩塌，再这样下去怕是没完没了。萧炎的身影微微后退了一下，收起神火横骨尺，手上瞬间出现了绚丽火焰，然后以萧炎为中心，将手中的火焰席卷而出，下一刻直接将这处区域硬生生地变成了火海，将玉灵也是困在其中。不过玉灵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但见到萧炎的炫白色火海时，他也立马运转强大的诡异死气来抵御火海的炽热力量冲击。这火焰，玉灵这一次竟是出现了片刻的诧异，感受到这让他也稍许熟悉的炙热能量，眼前的死气竟是稍减了一点，因为刚刚他都已施展全力抵抗，还是感受到炽热的火焰进入皮肤表面，令他竟是异常的升腾起来。这一幕也是让四御天神君看在眼里，心中有些微微吃惊道：刚刚那是什么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玉灵竟然感受到了疼痛，而且连死气都变少了一丝。按理说被培养成玉灵之后，不可能还存在无感官的作用才对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就在四御天神君疑惑间，那名玉灵竟是直接将9道祖符全部召唤而出，更是让萧炎的眼神巨变。这9道祖符不就是灵动的那9道祖符吗？难道刚刚那熟悉的感觉没有错，真的是灵动？但是为何灵动会变成这般模样？进入神指联盟不应该是获得很好更多的神之资源修炼吗？如今眼前这位如果真的是灵动，那么在神指联盟中灵动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？玉灵见状，能够抵抗眼前这股焚烧炙热的力量，也只有9道祖符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。然后玉灵便是将自身全部的力量灌入这9道祖符之中，使得9道祖符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，逐渐变成了一道琉璃体之物。9道古老的符文，时而化为雷霆，时而化为火焰、寒冰，多种属性的强大力量自那9组琉璃波中散发出来，引得修炼士剧烈的震荡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波动席卷而出，拥有着灭世之威能。原本强大的炫白色火焰不断的进攻灵动的身躯，但是此刻炫白色火焰竟然被强大的灭世威能逼退开去。萧炎也没有出现震惊之色，毕竟对方如果真的是灵动，那么能够逼退他的火焰力量也实属正常。灵动的祖符同样也是大咒的神物之一，但也足以和他的火焰相媲美了。9道祖符的力量，真想好好领教一下，看来我也需要拿出一些真本事了。萧炎喃喃一声后，便将炫白色的火海全部收纳体内。原本炽热的天空，此刻变得异常的冰冷，9种属性的能量不断的变化，虽然是在变化，但是这都是融合了9道符组的全部力量，其中蕴含的威能足以毁灭一个世界。炫白色的火焰能量释放到极致，随后与肉体开始相融，使自身相当于一朵移动性的毁灭火莲。无论什么东西在触碰到萧炎的身躯后，就会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毁灭之力，可焚山，可蒸海。旋即萧炎的右掌一旋，而后五指骤然紧握，浩瀚的毁灭力量霎时间如同洪流般汇聚在了右拳之上。此刻右拳中有着滔天之力在涌动，如这一拳若是攻击出去，足以崩裂天地万物，毕竟再加上焚神之力加持，那力量更是达到了最为惊人的程度。这就是毁灭火体下的萧炎施展出的一拳，蕴藏着非常可怕的力量。破！下一刻，萧炎嘴中一声暴喝，右臂猛地一阵浩瀚的力量激荡开来，身形一个闪现，提起毁灭之力的右拳，对着五祖所施展出的9组琉璃体便是猛轰而去。眨眼之间，便猛然怒砸在了有9种属性力量凝聚的琉璃物体上，霎时间光芒闪耀天地，
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席卷四方，在那股恐怖的能量冲击下，整个天地都是被震碎了一般，空间裂缝不断的浮现，万丈光芒遮天，最后漫天倾洒而下。萧炎的这毁灭一拳，足以崩天裂地，震碎所有强大的攻势。不过萧炎的毁灭火体也受到的九道祖符力量的侵蚀，一时间竟是在萧炎的体内爆发出所剩的可怕威能。但是早已被萧炎体内的幻虚地炎之火焚烧殆尽，就连那诡异死气也都是被焚神之力吞噬殆尽，根本不会伤及萧炎丝毫。微微有些吃惊的萧炎暗自道：九道祖符所凝聚出来的攻势，果然还是非常强大，深不可测。再加上诡异死气，这一次要不是有焚神之力加持，恐怕这一招就算是我都难以招架。那诡异死气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为何能够有如此的力量？这一场的激烈交战，给在场的所有神职感受到了双方那极致的输出，极致的拉扯，这才是四重天位神真正的力量吧。方太无比的震撼，自己身为四重天位神巅峰，就算是他与他们任何一位战斗，恐怕都没有100%的把握制胜。真是好强劲的家伙，连如此精心培养的玉灵都没能将其击败。四御天神君喃喃自语道：对于萧炎的战斗力，就算是六御天神君，恐怕都不是其对手。还要继续吗？萧炎的目光看向玉灵时，变得缓和了一些，没有刚开始那般冷厉。从刚刚的对战中，萧炎已经有所察觉，这玉灵的气息虽然被诡异的死气缠绕，可是隐隐间有着熟悉的气息传出，只不过那熟悉的气息只是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这也让得萧炎无法100%的确定，眼前这位玉灵就是灵动。杀！玉灵那充满杀意的声音回应萧炎，一股可怕的气息再一次的飙升起来。随后玉灵的双手合拢，九道祖符投入其中，形成了一片诡异的星空世界。在这星空实际之中，竟是还有着死气，看来这死气才是玉灵的力量来源了。诸多力量在其中完美的汇聚融合，威力无比的巨大。那招式好像是灵动的大乾坤，这玉灵难道真的是灵动不成？萧炎眉头微微皱起，心中的不安也是愈发的浓郁起来。看来灵动真的在神指联盟中遭遇不测了。感受到的对方的大招，萧炎也准备施展自己强大的底牌。他以自身为炉，炫白色的火焰凝结成莲花，在莲花绽放时，从中孕育出的一道4尺火影。火影诞生时，整个天地的温度都开始急速升高，并带着非常恐怖的毁灭之力。炎神见到萧炎施展出他那最强之力，对面的玉灵也在第一时间施展出自己的最强攻击。大乾坤，双方强大的攻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毫无意外的碰撞在了一起。最强之力在最后的一刻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，一道蘑菇云直接冲天而起，可怕的能量波席卷所过处的空间早已碎裂，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可怕的能量。双方的最强力量相互碰撞，直接将一切都毁成虚无。无比可怕的能量余波直接横扫整个天地，就连在这一刻无量深渊的空间都是疯狂的剧烈震动起来，大地不停的摇摆，狂暴的火焰和诸多属性力量彻底的喷发，爆发出的强烈光芒瞬间照亮了这片天地间。恐怖的能量炸响依旧响彻不停，直到光芒不再闪烁的时候，就知晓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。众神之的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一丝，紧紧地看着那处扭曲的空间。待得光芒散尽后，两道身影皆是倒射而出，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之上。此时他们的身上已经有着不少的血液流出，衣服都是被轰得稀巴烂。这玉灵还真是顽强，焚神二火的力量都无法击败对方，那诡异的死气怎么如此可怕？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惊叹道。而那名玉灵仿佛是没有感受到伤口所传来的疼痛一般，他那看不见的脸颊上，周围的死气再度微微减弱一丝，发出死气沉沉的声音。炎神说完之后，玉灵整个身躯都发出了变化，原本脸上的死气一丝减弱一部分，可现在那股死气仿佛是重生了一般，再度将他脸颊周围的死气增幅浓郁了很多。随着诡异死气的增加，很明显那有些恢复意识的玉灵再次陷入了极其痛苦中。然而这一幕也是被身后的四御天神君尽收眼底，竟然恢复了意识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这玉灵与这家伙认识？见到情况有些变化，四御天神君直接对着玉灵挥了挥手，然后道：不用打了，回来吧。收到命令，那名玉灵也是乖乖的回到了神指联盟的队伍中。四御天神君叫回玉灵，也是因为他还有任务在身，可不能少了玉灵的力量，而且对方的实力也极其强大，就算再战斗下去，将会是2败俱伤。居然平手，吴雪，这家伙真的那么强吗？方太的眼神中透露出惊异之色，仿佛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一般。从我在纪元遗迹认识萧炎弟弟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越级挑战对手了。当时我记得他还是主宰境实力击败了一名神指联盟的使者，就连一名神使都败于萧炎弟弟的手中。吴雪也是将此前纪元遗迹中发生的事情告知了方太，方太差点没站住脚，说话都有些结巴起来。你说他在主宰境的时候击败了神指联盟的使者和神使？要知道，神指联盟的使者乃是准神境的实力，而神使更不用说，直接是序列神的领域。这2个境界无疑是凌驾于主宰境之上的存在。可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当时都败在了只有主宰实力的萧炎手中。
对于萧炎的认知，方太又是对其了解了一分。那家伙的实力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啊，而且玉灵那诡异死气简直瘆人，要不是对方有那股奇特的力量与之对抗，恐怕也难以招架如此诡异之力。杀神阁的第一天骄双手抱胸的喃喃道，对于萧炎的实力展现还是非常的满意，就连玉瑶也同样认可萧炎的强大。此人的实力还不过是2重天位神的修为，如果再让其提升到3重天位神，那么他们都会认真的与其战斗。如果轻视他的话，将会是反击也说不定。经过这一场的激战，在场的所有众人都是陷入了一场安静氛围。毕竟刚刚的战斗为的就是争夺那紫色神亮天元池，如今依旧平手，不知道神指联盟会是怎么样的决定。刚刚的赌局还算数吗？萧炎见对方让玉灵不再出战，然后问道。四域天神君知晓萧炎问的是什么意思，双方皆是平手，说明任何一方都达不到获取紫色神亮天元池的资格。你也没有战胜玉灵，你们皆是平手，所以双方皆是没有资格。不过我神指联盟本就是最强，既然你都没有获胜，那么就归于本神君吧。此话一出，萧炎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变。其实早就猜到对方对变卦，果不其然，对方还真的这般做法。这就是神指联盟真正的样子吧？刚才那位玉灵身姿和力量皆是与灵动一模一样，虽然还没有证据，可萧炎已经肯定灵动他们在神指联盟中已经遭遇到什么不测了。不过如今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对战四域天神君，等自己有着足够的实力再找他算账也不迟。真是好笑啊！神指联盟就不能大方点吗？就你这样的品格还做什么神君？去做猪狗差不多。此时玉神阁的玉瑶直接破口大骂的道，对于神指联盟的行为也是非常的厌恶起来。一听玉瑶这般口吻对自己讲话，四域天神君的怒意也是缓缓升起，那极品的容颜也是变得寒冷了很多。你就算是玉神阁的第一天骄女，我劝你也不要这般语气与本神君说话，不然玉神阁就只能被神指联盟制裁。而玉瑶也不是被吓大的，玉神阁乃是最强超神势力之一，其底蕴也不是那么弱小。就算真的与神指联盟开战，就算最后不敌神指联盟，但是也能够让神指联盟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呵，我可不是吓大的，我就不相信因为这点小事情，你们神指联盟的高层会做出如此没脑的举动，想要制裁玉神阁，怕是就是引火烧身。是吗？那就是一试，日后你们玉神阁将会惹上什么样的大麻烦？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玉神阁将会在诸神万界除名。四域天神君淡淡一笑，从他的表情来看，仿佛并不是说大话，甚至是非常的认真。玉瑶刚欲又要回怼时，突然间在无量神渊的深处区域发生了巨大的巨响声，随后一道光芒冲天而起，虽然距离相隔甚远，可还是能够感觉到那处传来的绝世气息。难道是绝世神器出世了？四域天神君的美眸微微一凝，然后再次感受绝世气息的时候，就连他都有所动容，因为这绝世神器乃是超越神器之上的强大之物，一旦获得它便拥有绝世神器的力量。要知道，绝世神器只有一些超神巅峰势力才拥有，就连最强5大超神势力都不曾拥有。当然，72大神器前10的神器，5大神阁各持1件，所以他们这一次的出来，绝世神器也是他们的目标。一旦获得，他们5大神阁的平衡就会被打破，成为5大神阁之首，甚至是所有超神势力之首。那底蕴那实力将会提升一大截。绝世一出，君临天下。那股气息有着绝世之气，看来真的是绝世神器出世了。所有玉神阁之人跟我走。玉瑶刚刚还与四域天神君对持，此时直接率先一众玉神阁之人朝着那处区域急速掠去，而后杀神阁的一众人也是紧跟其后，必须要争夺到绝世神器，不然一旦被其他神阁之人得到手的话，那么他们杀神阁将会无法成为5大神阁之首了。走那么快有什么用？我说过绝世神器的出世会是我们神指联盟的。一双美眸望着已经消失在天边的2大神阁那批身影，四域天神君也不再迟疑，直接朝着那深处纷纷掠去，直接留下了紫色神亮天元池。萧炎的目光看向神指联盟那人群中刚刚与自己对战的玉灵身影，眼神中有着一股炙热的火芒升腾而起。虽然自己没有证据，可是那股熟悉的气息没有错，肯定是灵动无疑。而且萧炎还发现，在神指联盟那一批强者中，还有另一道熟悉的气息，虽然这一道更是微弱无比，可是萧炎还是感受到了，那股气息应该就是沐尘。此时的萧炎内心也是十分的不安起来，看来灵动和沐尘2人已经在神指联盟中遭遇了什么不测，他们为何会被培养成玉灵？明明他们去往神指联盟为的是寻求更好的神之资源修炼提升实力，可如今却被培养成玉灵。萧炎拳头微微紧握，必须要查清楚灵动沐尘2人在神指联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萧炎弟弟怎么了？见萧炎一直看着前方已经没有了任何身影的虚空上，久久没回过神来，小心翼翼地关心道。吴雪的声音传入萧炎耳朵中，他收回了思绪道，我好像有2个兄弟在神指联盟的队伍中，只不过什么？吴雪也是疑惑地问道。萧炎的兄弟
既然在神指联盟之中，那刚刚为何没有站出来与之相相认？我的兄弟就是刚刚与我战斗的玉灵。萧炎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情都是变得坚毅起来。什么？神指联盟培养的玉灵是你的兄弟？吴雪还没反应，一旁的方太就直接惊呼一声。萧炎点点头，心中的不安也是愈发的浓烈。他已经非常的确定，灵动、沐尘二人怕是已经遭遇不测，不然也不会有与灵动如此相似的一人。不过让萧炎想不通的是，神指联盟为何会将灵动他们培养成玉灵呢？而且这玉灵身上皆是诡异死气，那又代表着什么？我有一个事情想请问一下你们。萧炎问道。吴雪和方太二人做出了洗耳恭听的模样，道：请说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们知道神指联盟为何培养玉灵吗？萧炎的这一个问题出来，让吴雪和方太二人都无法直接回答出来。虽然他们是武神阁之人，所知晓的气息也很多，可是对玉灵这信息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头绪。萧炎弟弟，这我们也不清楚，而且我们武神阁所知晓的信息中，对于玉灵的消息更是没有一点。吴雪摇摇头，开始解释了起来。对呀，神指联盟有玉灵的事情，我们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不仅是我们，怕是就其他4大神阁应该也没有听过神指联盟培养玉灵的事情，不然刚刚4域天神君说出玉灵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如此惊讶。方太也是顺着吴雪的话接了过去道：如此看来这神指联盟很不简单，甚至在他们的内部正在培养一批非常强大的核心军队，也不一定。玉灵的力量强大无比，刚刚与对方的交战中，就连我都感到了一丝危险，你们更是要小心一些了。萧炎对于神指联盟的了解又是多了一分，这神之联盟果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，能够培养出如此诡异的玉灵，拥有着可怕的实力。如果他们所培养的玉灵不只是这一些，甚至培养了一批军队数量，那么就算是5大神阁的任何一方超神势力，都无法正面与之对抗了。不过刚刚那股绝世气息应该就是绝世神器出世了，不然他们也不会直接急速赶往。如今只有5神阁之人还没有过去，萧炎也决定先不想这个玉灵之事，需要等自己的实力再次提升，或许还有机会与之抗衡的地步。现在2重天位神的实力怕是已经不够了，因为接下来对方不是5重天位神，就是6重天位神，这样的超级神之，以萧炎那2重天位神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，就算加上焚神2火的力量，也无法击败超级神之。所以目前最好的打算，先提升自身的实力，不然就算现在过去，恐怕也只能当炮灰了。而对于他们现在最好的提升实力资源，就是眼前的紫色神亮天元池。我们先吸收这道神亮天元池中的精纯神元之气吧。绝世神器的出世，诸多超神势力都会前往，又会是一场激烈的斗争。我们现在过去也不是最佳时机。吴雪的美眸看向神亮天元池处，脸上也是浮现出想要变强的神色。如今他的实力是3重天位神，如果将吸收了这里的精纯神元之气，或许能够提升一丝修为。虽然无法突破4重天位神，但是至少也能够让自己靠近4重天位神的门槛近一点。武神阁第2队伍的所有人皆是点点头，感受着紫色的神亮天元池所散发出来的精纯神元之气，体内的血液都有着一丝丝的涌动起来。然后他们便是不再浪费时间，直接冲入那神亮天元池之中。瞬间一股精纯的神元之气进入了他们的体内，一种无比舒适的感觉充斥着他们的脑海。随后萧炎、吴雪、方太几人也是跳入其中，而他们的位置乃是神亮天元池的最中央，因为最中心的位置，神元之气的精纯原始更加的浓郁无比。比起之前那绿色的神亮天元池，这紫色的更加浓郁数倍不止。好浓郁的神元之气，如果将其吸收的话，必定会达到2重天位神后期，不过距离巅峰还是有些距离。萧炎这般想着的时候，已经运转神力开始吸收着其中的神元之气，然后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萧炎开启了焚诀空间，自己的灵石进入其中，感受着焚诀空间中也是弥漫着无比精纯的神元之气。小家伙真是运气不错啊，竟然遇到了紫色天元池。突然间粉老的声音悄然地浮现在萧炎的耳边。粉老，这紫色天元池属于什么等级？我感觉其中的神元之气比起绿色的更加精纯许多倍。萧炎盘腿而坐，一边吸收着精纯的神元之气，一边问道。粉老微笑地摸了摸自己的胡须，道：这神亮天元池总共有5个等级，第1等级是浑浊色，因为里面的神元之气不够精纯，所以导致天元池很浑浊。绿色是第2等级，那么第3等级就是青色，而紫色就是第4等级，所以其中的神元之气非常的精纯原始。紫色神亮天元池竟然是第4等级，那么除了彩色神亮天元池，紫色天元池怕是最高等级了。难怪2大神阁队争夺，到后来神指联盟都加入进来，这等级也足以让这些强大的超神势力所争夺。刚刚如果不是绝世神器出世，怕是神指联盟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块肉，现在只好舍弃这块肉去夺取绝世神器了。想来萧炎他们也是有些幸运的。不过这紫色神亮天元池中的神元之气，至少也要几个月吸收完。不过就算吸收殆尽了，萧炎也不可能突破3重天位神，能够达到2重天位神巅峰都是非常苦难。
毕竟想要在天位神之列中提升实力，就不是易事。除非是彩色神亮天元池，那么就有可能让萧炎直接突破到3重天位神，但这对萧炎来说是可遇不可求。虽然是第4等级的神亮天元池，可是这里那么多神旨都需要吸收，你可无法突破到2重天位神巅峰。粉老似笑非笑地分析道。但是萧炎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提升到3重天位神，之前还没有彻底吸收完的4重天位神传承，这一刻也是时候拿出来将其全部炼化了。旋即，萧炎的手中便是出现了一团光团，虽然没有之前那般浓郁，不过却足以让萧炎突破3重天位神。当然前提是加上这紫色神亮天元池的神元之气。呵呵，小家伙有想法，这样确实可以让你突破到3重天位神的领域。粉老笑道。萧炎也不再浪费一点时间，当即双手开始变化，体内的神力不断的疯狂涌出，加上焚诀空间内的时间又比外界快闪10倍，相当于萧炎实力提升的速度也比他人快了数十倍。但是这还远远不够，因为萧炎需要让自己的实力能够快速突破，毕竟灵动牧尘现在危在旦夕，他必须要将真相查出来。无色天位海现，萧炎一声低喝，身后便是浮现出庞大的无色天位海，在天位海的深处，那漩涡也开始逐渐的爆发出来，形成了巨大的漩涡，将紫色神亮天元池和光团中的精纯神元之气进行了翻倍的吸收。